是左边的运动相机好呢，还是右边的3轴防震的相机好？今天我们就来回答，到底哪一个相机比较适合你？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今天我们来回答大家一个非常常问的问题是：我应该买一个 Pocket 3还是运动相机？比方说 DJI 全新的 Action 5 Pro 哦。好，这个问题呢，其实并不是很好回答。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两个相机呢，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那非常取决于说你是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到它。那今天呢，3轴防震相机，比方说 Pocket 3的话，它其实是非常适合在我们像现在这样子直接拍 Vlog， 没有太多剧烈动作的情况下用它是非常好的。那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你要知道3轴防震相机，因为它是实际的用马达在做防震防抖的关系，所以呢，它是有一个防震的极限的，它没有办法超过这个极限。当你的相机震动到超过它的极限的时候，你这防抖功能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或者就超出它的范围呢，它的画面就会变得不好。那反观呢，你如果是运动相机的话，因为它都是使用软体在后头，比方说做裁切啊，或者在做防抖的状况呢，它其实就比较适合在非常剧烈的运动下使用哦。但是你如果说正常拍 Vlog 的话，它不是说不行，它也可以，只不过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它的画质啊，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呢，就没有像比方说 Pocket 3那么好哦。但是它还是可以做到。那大家呢，现在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人在外头嘛。明显的呢，两个的画质你应该看不出太大的差别。其实两个应该都是非常好看的哦。那唯一呢，你可能会发现到说收音有一点差别，是因为现在我并没有使用无线麦克风哦，所以呢，它的收音呢，就是常常可能会收到很多，看像车子过去的环境音等等之类。但以你的这种非常近的距离的自己拍摄情况下呢，收音两个内建的麦克风基本上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所以你如果担心收音的部分的话，你不需要太担心。那当然两个因为都是 DJI 的产品的关系呢，所以呢，你甚至可以自己再另外再去外接一个无线麦克风都没有问题哦。所以在这收音的方面呢，其实大家不需要太担心啦。那你可以仔细听听看，DJI Pocket 3的收音，再来呢，你也可以对比一下Action 5 Pro 的收音，其实两个收音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哦。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听起来比较好，或那个听起来比较好，其实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嘛。但基本上呢，在这种自己拍自己的 Vlog 的情况下呢，两者使用都很好哦。好，那再来剧烈运动情况下，比方说我们现在小跑步的话，基本上两个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如果有非常大的震动晃动的时候呢，你可能一个就会明显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刚刚不光是我在跑，甚至我的手的抖动的距离范围也非常大，你就可以看到萤幕明显的差别哦。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你也去可以判断说，或许你比较喜欢 Pocket 3，或者是你也比较喜欢Action 5这种运动相机的这种运算哦。萤幕呢，两个来说，其实说真的，在大太阳的情况下呢，拍出来你不会看到太多的差别。但是运动相机在剧烈的摆动的情况下，相对来说应该会比 Pocket 3要好。那哪些情况是不能用 Pocket 3？比方说第一个，水上运动或者是户外运动是，比方说滑雪好了。因为会有水的关系，任何3轴防震相机呢都是不防水的。那你更别说是你如果今天要去潜水，基本上呢，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大的防水套，不然的话，正常情况下呢 ，Pocket 3这种3轴防震的相机是不能下水的哦。所以呢，这边要特别注意，任何有水或者是有比较特殊的天气的需求的话，
的 Pocket 3是不行的。反观是 DJI Action 5 Pro 的话，这种运动相机的话，基本上呢，他们的防水都是做好的。那你如果是要比较深度潜水的话，你可能才会需要一个，比方说防水壳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在正常情况下，15到20米的话 ，Action 5 Pro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它甚至里头还有一个内建的水深仪，在荧幕上都会显示说，你现在如果带它去潜水的话，它可以显示说你显示到潜到多远、多深哦，可以在荧幕上头。所以或许在这个部分呢，你如果是喜欢常常拍一些潜水影片的人，或游泳影片的人呢，这个水的深度或许在影片上头对你来说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哦。在这里的话，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再来，有些人可能就会问说，那如果是低光源拍摄或者是夜间拍摄呢，两者有没有差别？在这边我给大家看对比之前呢，我就先跟你讲 Pocket 3，因为它的感光元件是1英寸的关系，所以它绝对画质会拍得比 Action 5 Pro 好，但是不代表 Action 5 Pro 差，其实它也不错，也是蛮好，但是相对来说它可能没有 Pocket 3那么好。你今天如果是不需要是在比方说水上活动啊或剧烈运动情况下使用的话，你如果只是纯粹是拍自己的 Vlog 或拍一些简单影片的话，然后或者是你需要一些低光源的这个拍摄效果的话，或许 Pocket 3反而会比较适合你。所以在这里的话，你自己就要拿捏说你拍片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再去判断说是 Pocket 3还是 Action 5 Pro 比较适合你。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低光源拍摄的影片。好，同样的设定呢，我们现在是人在晚上的时间哦。同样设定，两个都是4K 的影片，并且是60帧的在录哦。目前呢是没有把这个夜拍功能打开，大家明显可以看到哦，在那个 DJI Pocket 3的荧幕上头，就明显的是亮很多。那我们再下来呢，把它的两个的夜拍模式打开。好，那再下来两个相机的夜拍模式都打开了。在设定上头呢，因为是夜拍模式的关系呢，所以两个摄影机呢，它的就自动降到30帧了。现在目前的影片是4K 30帧的设定在做拍摄哦。那大家明显可以看到，哇，那个 Pocket 3的这个夜拍真的是非常非常亮。但是呢，从这个 Action 5 Pro 来看，其实它的夜拍模式不差，所以大家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如果要夜拍就一定要使用 Pocket 3哦。其实你用 DJI 的 Action 5 Pro 呢，一样晚上可以拍的还画质其实还算不错。我不会觉得说好像它的画质就特别差哦。那给大家同样一个对比，我现在一样呢拿着 iPhone 16 Pro Max 也是 4K 30帧在拍我自己哦，大家可以看到拍出来的画面其实跟上头比起来，应该都不会太差哦。所以三个用起来，在夜拍模式呢，我觉得都算不错。好了，以上就是非常简单的来回答大家，到底是你适合买 Pocket 3呢，还是运动相机，比方说DJI 的 Action 5 Pro 这一类的运动相机哦。其实说真的，我个人觉得各有千秋，真的非常看是说你的拍摄状况是什么，来去判断到底哪一个摄影机比较适合你。好，但是今天呢，可能有很多人说，胡老板，我们就是可能预算没有那么多吧，那我如果要2选1的话，那我选哪一个会比较好？那今天你如果是非常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们，那我会建议 Action 5 Pro， 因为呢它是真的是一个运动相机嘛，防震防水，然后耐操，基本上呢它都没有问题，而且它拍出来的画质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绝大部分你只要是在非常这种天气好的情况下拍的话，绝对没有问题。甚至你在低光源的时候呢，它拍出来的东西也不差。所以呢，应该会符合绝大部分大家对影片的需求。所以你如果是符合这一类的要求的朋友们呢，那 DJI 的 Action 5 Pro 呢就非常适合你。好，反观是你今天如果是比较就是常拍一些，比方说很简单的 Vlog， 拍自己。拍一些朋友的对话啊，或者是你只是可能出去拍一些美食，在身上拍旅游的记录的话，你没有这些，比方说什么防水的需求，你没有这些剧烈震动的需求的话，那 Pocket 3
反而比较适合你，因为第一个，它在夜间的拍摄的情况，非常好。你想说，你如果今天是拍美食要到餐厅的话，很多餐厅的室内它的其实光其实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你在室内低光源情况下可以拍出美美的影片的话，那 Pocket 3会比较适合哦。那再来呢，你通常你如果可能是自己举着手啊，然后这样子自己拍 Vlog 啊，或者大家基本走动的情况下，你不需要那么剧烈的防震的话，那 Pocket 3也适合你哦。那再来就是 Pocket 3呢，它也多了一些女生最爱的美颜效果在里头哦。虽然说美颜效果呢可以经过后置，比方说用剪映啊或 CapCut 这一类的影片的剪辑软体呢去做后置的处理，但是 Pocket 3它有内建的一些基本的美颜在里头，你或许呢你可能用它的系统，你就不需要做后置的一些比较麻烦的处理哦。在这一点搞不好可以省不少时间。那你如果是真的是拍人头景象比较多，或女生比较想要拍一些美美的自己的话，那在这一点的话，你可能可以考虑哦。好啦，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很简单的分析了一下，到底是 Pocket 3适合你，还是 DJI Action 5 Pro 这种运动相机适合你。我个人真的觉得，你如果是预算不是问题的话，两者都买可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其实说真的，常常拍摄都是两个一起用哦。那你今天可能预算有限的话，你可能就要考虑到说，什么状况用什么相机，什么状况你拍摄影片的状况比较多呢？用哪种相机比较好哦？真的是各有千秋，不管如何，两者你买其中一个都没有问题的哦。好了，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这一集讲话讲好多哟。